我回来，我妈说你有没有 B 计划？我说什么 B 计划？我说上帝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切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妈都觉得我疯癫了嘛。一个人的信念和信仰是多么的重要。我在新加坡除了就是说 follow 那个 Kirsty Marie， 每天就是在那里 meditation。他的 meditation 呢有很多的方向，有让自我这个信心增长的 meditation， 也有就是忘去过去所有一切不愉快的 meditation。我每天就在那儿听啊，被洗脑。这个洗脑是好的洗脑，忘记以前不愉快的事情是多么好的一个多么 positive 的一件事情。重塑自己的信心，重塑自己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，又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个 Kirsty Marie 也是一个吸引力法则的大师吧。那个时候不是非常流行一个电影叫 The Secret 秘密嘛，讲的就是 Law of Attraction， 就是吸引力法则。我呢也是一个吸引力法则的身体力行者。我一般是不会跟人讲这个玩意儿的，就像你就是你是一个无神论者，然后一个基督徒跟你说，哎，信咱们的上帝去吧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不会相信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些东西其实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，除非你遇到一个感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，你可以跟他分享，因为你们两个是差不多的，你没有必要去把你的故事分享给一个完全不相信这一套的人。所以我在现实生活中有两个事情，基本上我会审时度势的讲，一个就是吸引力法则，另外一个就是量子物理，就是近代量子物理很多实验结果让人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现象，以及它可以让人引发的一些思考。我今天之所以要分享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已经讲到信念、信仰这个问题嘛。那么这个有一天，我就是说无意中就是看了这个电影，我觉得这个电影说的很对。他说你信仰了30年，对，那个时候我是30岁嘛，你信仰了30年的一个教条，有没有帮助到你实现你的梦想？有没有让你做自己？有没有让你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？我一想说，我靠，好像貌似没有嘛。虽然说我没有失败没有就是过得很不好，过得还是 OK 的，是中等偏上，但是真的没有达到那种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个那个境界。他说既然你活了30年，就是说追寻了你认为所谓的真理，也都没有怎么就是说特别成功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教条呢？你试它2天，再坚持一下，再试个2星期，甚至你试个2年，你看看你的生活会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。我想说，说的有道理真的有道理我就是一个愿意去尝试新东西的人嘛。所以从那天开始以后，比如说我们那个当时不是新加坡国立所有的学生都在忙着找工作嘛，之前也跟你们提过，就是特别是不是新加坡国籍的，包括中国人，包括德国人，包括澳大利亚人，凡是想在新加坡定居的，都是特别想找一个工作的，每天都在忙着投简历。那我一开始也是而且我也是很认真的，就是因为我想做 finance， 我本来学建筑的，要转金融很难的，很多封信就是发出去以后都没人要。然后我非常非常有行动力的，我直接跑到那家公司，下面保安把我拦住，说你上去干嘛？我说我上去面试的，其实我没有面试，我掏出我的简历，我啪放到那个面试者的对面，我说这是我 ，This is my resume。OK， 我知道我之前没有做金融的这个经验，但是请你再看一下我的简历，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可以胜任这个工作。但是他们后面还是没有要我，但是我后来凭着我的努力，我确实得到了一个就是专门给中国公司做 IPO 上市的一个小的一个金融 house， 但我最后也拒绝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，我看他们朝九晚五了，朝5晚5的在那工作，我觉得这是我要的人生吗？我一踏进那个 house， 我就觉得no this is not what I want。 Anyway， 我又扯远了。然后呢，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是处在一个在找工作的状态，因为我不要做那个金融嘛，我就想做个稍微清闲一点的 you know 然后呢，我就每天也不发简历了，我就买了很多卡片，叫愿景卡，你也可以买一个愿景版。我每天把这卡片放到我的口袋里，卡片上就写着说我的年薪要70万，因为这是我们当时国立毕业的 average， 就是平均年薪。如果你是金融的话，100万是肯定可以写上去的。然后我的老板要非常赏识我，然后这个工作是工作来找我，不是我找工作，巴拉巴拉巴拉的。
然后我就天天塞口袋，我坐地铁我也拿出来看，不错，年薪70万，而且公司非常喜欢我，好放回去，然后回家就是吃完饭嘛，然后再拿出来看，很好很好，这是我伟大的就是这就是我要的生活。然后我每天就沉浸在我已经拿到这份工作的欢欣跟喜悦当中，我没有做什么实质的事情，我一分简历都没有投。一般人是做不到我这点吧，一般人是做不到我这么超级有信心的 follow 这个 rule 的。而且我当中不是去了一家咨询公司，就是做 intern， 后来我不是主动辞了嘛？我之前的故事有说过，我回来我妈说你有没有 B 计划？我说什么 B 计划？我说上帝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切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妈都觉得我疯癫了嘛。果然我回上海没有2天，就是我的国立大学的那个校招办就打电话说，哎，沙白这里有这样一个公司，然后呢他们是做那种建筑机械的，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电钻类的那种，我们叫 power tool， 然后它那个售价是很贵的，是一个叫 Hilti 的品牌，就可以说是在电钻界的爱马仕吧，就 power tool 的爱马仕。我当天晚上就买了红眼航班飞回新加坡，第2天面了8个小时，把4个面试1天全部都过了，然后我就过了。最后拿到那个 offer 上面上的数字就是我写的那个愿景卡上的数字，就这个钱，这个待遇，你知道吗？就特别管用。包括我这次去瑞士也是的，之前升的很不顺利，因为我是一个人升的嘛，我也没有到网上去问东问西，我这个人基本上就想了我就做了。我也不会去东问的，我觉得别人能行，我也能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超级自信，就是这么有自信。但是事情进行的非常不顺利，我就买了这个愿景板，在我家里挂着。要不是平台可能会觉得这些字眼有点敏感的话，我可能会把这个照片拍给你们看看。然后我买完以后，立刻事情就有了转机，就马上就顺利了。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意愿、欲望，你到底心里面有多么想做这个事情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今天又非常激动的分享完了我的故事，希望大家能听了有所启发吧，或者没有启发也当就是笑话听一听。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因为我觉得我祖国的同胞们对我真的是有很多的爱，谢谢大家，爱心。